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狠狠治理环境，而且还获得了寄宿了精灵的卡牌沉默魔术师。次日清晨，阳光透过来的时候，你迷迷糊糊睁眼，视线记录中好像看到了一只妹子，银发飘扬，拿着法杖，她的大脑好像在打量你。不过在发现你睁眼的一瞬间，感叹号冒出，一下钻回节奏盘，你一阵无语。经过昨天的黑暗决斗后，你了解到沉默妹子并不是不承认你，只是单纯沉默而已。换言之，就是自闭。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自从有了卡牌精灵后，的确感到决斗有什么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那种感觉难以描述。像是抽卡的时候，隐隐能感觉到某种律动。收拾下心灵，准备去参加决斗学院的入学考试。而且最近的牌打下来，你发现动漫世界里不仅卡组环境和实卡不同，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例如，你正常发动效果后，要问对方有没有连锁，也就是常规意义上的10点。但这里没这么回事儿，大家发动效果后都是立刻自顾自解散，最慢点10点就卡过去了。不相应的也可以打断对方的操作，跟进自己的效果。正想着，到达了学院，进入考场，四处环顾，不仅看到了决斗学院的凯撒、万汤亮和天上院明日香，还有一旁的万丈木准。他的小弟正在讨论，按照分组，马上就是001号考生上场了吧？不知道今年的第1名是谁？小弟吹捧大哥，是谁都无所谓。今年1年级的帝王早已经预定是万丈木大哥了。万丈木冷笑，嘎嘎嘎，血的法王只有一个，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不过如果那家伙足够优秀的话，还是可以当过对手打发时间的。哎，无敌可真是寂寞呀。与此同时，广播响起，准考证号001萧凡，请速到1号考场进行考试。等等，这个名字不会是大哥？你怎么到凳子底下去了？万丈木连忙爬起，很快看到熟悉的身影。为啥又是这人啊？考试开始，你呵呵一笑。假如啊，只是说假如，要是我赢了，但是老师您在决斗过程中产生了不悦的情绪，或者对过程本身有所不满，有没有可能判不及格呀？考官杨天浩摇摇头，放心吧，我们考官受过专业的训练，无论怎样都不会生气。决斗开始，由你先攻，前场覆盖1只怪兽，后场覆盖2张卡，请。万丈木看到这起手，感觉背后阴风阵阵，这熟悉的味道，这来自阴间的氛围。考官一无所知。我的回合抽卡，通常召唤金狼人攻击表示。一旁的学生议论纷纷，快看！1号考生遇到那副强攻压制卡组了，哇，还好我没遇到，这一下这家伙要倒霉了。万丈木射着顶我，倒霉？不，倒霉的是那个考官才对，居然正好拿着强攻卡组对上这个狗东西，简直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此时金狼人发起攻击，你看看翻转，是个拿绿色法杖的老头，呵呵一笑，固执的老魔术师效果发动。这张卡反转时，选择对方场上1只怪兽破坏，金狼人当场裂开。考官点头，居然是反转破怪兽的能力，不错。结束战斗阶段，然后我还发动魔法卡死者生还，可以把这回合被破坏的1只怪兽攻击表示复活。一道漩涡在场上张开，金狼人再次出现。你先看后场，发动卡魔术驱引，对方发动魔法卡时支付1000点生命值，可以随机丢弃对方的1张手牌。考官低头一看，1张手牌变成金光消失。不，我的炸裂装甲还没来得及盖下去，怎么就被扬去了一剑？你大手一挥，还没结束，连锁发动限定卡激流藏，怪兽的召唤、特殊召唤、反转召唤时可以发动，将场上全部怪兽破坏。洪水从卡牌中咆哮而出，可怜的金狼人再度碎裂。考官脸色一黑，他现在知道这个萧凡为什么开打前会问考官的心情会不会影响成绩了。淡定，要淡定，我是专业考官，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生气。万丈木的小弟排队而起，开始了，那个萧凡又开始了。没错，就这种感觉，这个展开，这个走向，就连万丈木大哥也被坑到万劫不复的感觉。万丈木脸色一黑，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我明明还挣扎几个回合的。他冷哼一声，如果这些人以为这就是那个萧凡的全部了，那就太天真。对那个阴间玩意儿来说，这才刚刚开始。此时你的回合发动魔法卡爱恶作剧的双子恶魔，支付1000点生命值，对手随机丢弃1张手牌，然后对方再自己选择1张手牌丢弃。秘技手札蒸发之术。考官面色一黑，低头看了眼最后剩下的那张牌，永续魔法骑士道精神，效果是自己场上怪兽和攻击的相同怪兽战斗不会被破坏。4舍5入一下，已经无牌可出了。考官彻底不行，还不能疯狂，他是专业的，不能生气，不能。你这边通常召唤黑森林女巫，随后直接攻击。考官生命值变成2900，万丈木嘴角疯狂上扬，看到别人被你恶心，就仿佛之前的自己，好像有一种莫名的爽感啊！原来当自己不在对面的时候，阴间决斗竟然带来如此快乐吗？考官深吸一口气，我的回合抽卡，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沉默的死者，可以将墓地里的通常怪兽手背表示复活，不通过这个效果召唤的不能攻击。复活吧千年盾！立刻有学生发出惊呼，居然是千年盾！据说这是从古埃及王家流传下来的传说之盾，就连传说中千百动的爆裂疾风带动的方柱，堪称坚不可摧的怪兽。你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神奇魔杖，给黑森林女巫装备，接着发动效果，把装备怪兽和这张卡一起送入墓地，抽了2张卡，接着发动女巫效果，这张卡被送墓时，从卡组把1张手背力1500以上怪兽加入手卡，我选的是这张卡魔诃毗卢，手背力1400点，接着我将其攻击表示召唤。
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爆炎穿击。这张卡装备的怪兽攻击上升400点，并且装备怪兽在攻击手背表示怪兽时，如果攻击力超越手背力，会给予贯穿伤害。考官点头，原来如此。通过装备提升攻击力，击破防御怪兽来给我造成伤害嘛？但是没有关系，先要贯穿千年盾，完成斩杀，你需要一口气堆出5900点攻击力，这绝不可能。呵呵一笑，谁说我给我的怪兽装备了？我装备的对象是千年盾。给我的怪兽装备什么意思啊？你手一挥，发动速攻魔法卡旋风，可以破坏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卡。我要破坏的是自己场上的爆炎穿击，黑色旋风将爆炎穿击刮碎。考官一脸懵逼，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我的千年盾根本不对，我盾呢？我那么大一个千年盾呢？你呵呵一笑，被我送去异次元了呀！考官小谢，你说什么？啥玩意儿？我他妈把你送去异次元？你耐心解释。爆炎穿击不仅可以提升怪兽的攻击力，还有着副作用，那就是当这张卡从场上离开的时候，被他装备的怪兽会从游戏中除外。考官的表情不用我说，你们也能知道。那么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万丈木一拍大腿，没错，就是这个味儿。你一次两手2张手卡，装备魔法恶魔之斧，装备魔法魔法导师之力发动，依次给魔和毗卢装备。恶魔之斧的效果是怪兽上升1000点攻击力，魔导师之力自己场上每存在一张魔法陷阱卡上升攻击力500点，我场上有2张装备魔法，所以上升1000点。魔和毗卢的攻击力直接来到3500，然后是他自身的效果，没有一张卡装备到他身上，攻击力上升500。最后攻击力是4550，一旁的考生看呆了，比传说中的欧贝利斯克不对，比青眼究极的攻击还要高。万丈木脸色一沉，这家伙果然很强。他早就怀疑小本这狗东西坑人，只是因为他喜欢，或者说搞人心态也是他战术的一部分。因为考官无牌可用，击穿天年盾的防御一样能斩杀，可他偏不。显然他觉得把考官的千盾送进异次元更快乐。你大手一挥，魔和毗卢直接攻击，考官 LP 为0。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组狠狠治理环境。这天，道馆馆长林修元发来消息，原来是海马公司挖掘出了新的古代遗迹。遗迹是啥意思啊？省略一下，就是里面可以挖出石板，然后制作成卡牌，是新卡组诞生的关键渠道。先来到海马乐园，不仅看到了青眼白龙过山车、青眼白龙旋转木马，这里摩天轮上也趴着一只青眼白龙。海马赖人不仅创建了一个白龙节，甚至还列为法定节假日。而进入遗迹的考核就在这里的决斗馆。进入后，只听到轰的一声，整个灯光突然熄灭，正中央出现一道光芒，一道嚣张无比的人影发出大笑，哈哈哈！人群中传惊呼，那个人是海马赖人。什么情况？为什么海马本人会在这里？林修双眼眯，那个不是海马来人，而是最新型的决斗 AI。这可是和传说中那个海马来人的卡组战斗的机会。怎么小凡，要不试试？你毫不意外，看吧，果然要打牌，那就来吧。先调整一下卡组，然后决斗开始。由你发动先攻，前场盖飞只怪兽，后场盖2张卡，请 AI 海马大力抽牌。我召唤龙之主宰、龙之支配者，然后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幻龙敌。这张卡只有场上存在龙之支配者才能发动，可以从手牌最多特殊召唤2只龙族怪兽。首先我要召唤的是这张卡，等级6水晶龙，然后是这张。如果那是无尽黑暗的话，那就服从光之龙，燃击黑暗吧！降临我的灵魂，等级8青眼白龙。场馆游客纷纷惊呼：青眼白龙真的是传说的怪兽，而不是战力级的单位。林修元擦了擦汗，不愧是海马集团开发的顶级决斗者 AI， 完美再现了那个传说中海马的战术。AI 海马冷哼，不过是个3流决斗者，但是4流的卡组，现在就让你认识到绝对力量间的差距。战斗阶段用水晶龙对覆盖的怪兽，你一挥手，别着急，这个瞬间打开盖卡，永续陷阱卡龙族封印之狐。这张卡在场上存在，所有龙族怪兽都变成手背表示，2只龙直接关腰，给他也跪了啊！AI 海马脸都气歪了。那么我直接用龙之支配者对你身上覆盖的怪兽攻击，你摆摆手哦，打开盖卡，陷阱卡次元幽闭。对方怪兽发动攻击时，那只攻击怪兽直接从游戏中除外，一道子弹裂缝展开，龙之支配者瞬间被吸入其中消失不见。林修元连连点头，漂亮。这个陷阱卡乍一看只解决了对方场上最弱的怪兽，但其实它是最麻烦的一只。围观群众们躁动不已，居然结束了第一波攻势，这个小灰毛不一般啊！肯定是凑巧罢了。秦元浩微微一笑，你们太天真，再去聚2坑而已，这才哪到哪？快乐的决斗现在才刚刚开始嘞！由于经过连续失利 ，AI 海马只能盖上1张牌，结束回合到你的回合，把场上覆盖的怪兽翻转，龙骑手翻转召唤，效果发动。这张卡翻转时，直到回合结束为止，可以获得对方场上1只表色龙族怪兽的控制权，因此我获得你场上青眼白龙的控制权。怎么会在这玩意儿？这是什么意不明的卡？瞬间，青眼白龙在场上，台下的道馆学员们发出欢呼，居然能牛到传说中的青眼白龙！嘿嘿，兄弟们，我好兴奋啊！不愧是小凡大哥，轻而易举就做到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AI 海马咬牙，你这混蛋，
你大手一挥，虽然获得了700龙的控制权，不过因为龙族封印还在场，所有龙族不能攻击表示我自己也一样，所以我会把700龙作为祭品上级召唤，等级6杀龙者。AI 海马牙齿都快咬碎了，你他喵！不仅扭走了他的青眼白龙，还把它作为祭品，这完全不得人啊！呵呵一笑，发动杀龙者的效果。这张卡召唤成功时，将表示的龙族怪兽破坏。我破坏的是你的水晶龙，砰的一声碎了一地。现在杀龙者直接攻击 AI 海马冷笑，就是现在打开该卡，陷阱卡反击之门。对方怪兽直接攻击时，内次攻击无效，自己从卡主抽一张卡，我要抽卡。那么再用龙骑手直接攻击，龙骑手第6上前一剑劈一下 ，AI 海马生命值来到373，你盖上3张卡，回合结束，众人纷纷倒抽一口凉气。不知为何，总感觉这3张黑洞洞的卡阴气森森啊！AI 海马好贱，抽卡我的回合，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龙之镜旋律，丢弃一张手牌，从卡组把最多2张攻击力3000以上、手背力2500以下的龙族怪兽加入手牌。我从卡组把另一张青眼白龙还有这张青眼亚白龙加入手卡，随后发动青眼亚白龙的效果。这张卡可以通过把手牌的一张青眼白龙向对方展示自身特殊召唤，因此我把刚刚检索的这张青眼白龙展示，用的光芒照亮虚空，威力震撼天地。现在就此现身，出来吧！等级8青眼亚白龙，你一挥手，不过就算是亚白龙，也还是龙族，会被龙族封印护的效果影响，你必须手背表示。AI 海马大喝无所谓，亚白龙有着不需要战斗也能进攻的手段，发动后效果，一回合一次，可以将对方场上一只怪兽直接破坏。呵呵一笑，翻转盖卡，永续陷阱，吸入闪光的魔镜。这张卡在场时，双方场上目的发动的光属性怪兽效果全部无效。AI 海马气得好问，2张陷阱卡，一张上写的是打的就是龙，隔壁那张印着光属性必死，你他喵怎么不直接在陷阱卡里写上海马人的身份证呢？金浩忍不住咽口水，这家伙该不会成为史上第一个把 AI 打到系统崩溃的决斗者吧？ AI 海马还在挣扎，还没结束，从手卡中发动魔法卡地价购物，把手牌中等级8的青眼白龙丢弃，抽2张卡，然后通常召唤贤者卡戎。卡戎效果发动，可以从手牌中丢弃一张魔法卡，把场上的一张魔法陷阱破坏。我要破坏的是吸入闪光的魔镜。卡戎法杖抬起，一道红光射出，魔镜都是破碎。接着我丢弃的是魔法卡不伤的爆炸。这张卡从手牌丢弃时再抽2张卡，再发动魔法卡龙之灵庙，从卡组中把一只龙族怪兽送去墓地。如果送墓的是通常怪兽的场合，可以再从卡组把另外一张龙族送去墓地。我把卡组的第3只青眼白龙和白灵龙送去墓地。魔法卡复活之福音发动，这张卡可以将自己墓地里等级7或者8的龙族怪兽复活。等级8白灵龙复活吧！白灵龙召唤特殊召唤成功的时候，将对方场上一张魔法陷阱卡从游戏中除外。我选的当然是龙族封印之壶，白色飓风卷起，封印壶咔咔破碎。台下观众纷纷惊呼：天啊！还能从这样的局面下找到出路，如此完美驾驭这副卡组，真的像传说中的决斗者那样呢？这种 AI 怎么可能战胜 ？AI 海马冷笑，现在才刚刚开始，最强龙族绝对压制的力量，给我看好了！魔法卡龙之镜发动，从自己场上墓地把龙族融合怪兽所需要的素材除外，进行融合召唤。我把墓地里的3只青眼白龙从游戏中除外，进行究极的融合。3只青眼在场上旋转，经过了1000年的岁月进化后，获得究极的姿态。现在就在此降临吧！等级12青眼究极龙召唤。超人無敵最強！这就是白龙的最终姿态，最强的。话说了100拖了停住，因为此时你的后场立起一张牌，陷阱卡地狱聚合体，对方融合怪兽经融合召唤成功时才能发动，把自己场上一只怪兽作为祭品，可以获得对方场上那只融合怪兽的控制权。AI 海马彻底疯狂！他怎么知道我要召唤青眼究极龙？这他喵的是什么究极阴间天下界？你大手一挥，我将场上的龙骑手作为祭品，获得青眼究极龙的控制权。周围观众已经无法言语的震撼了，只能说大佬无敌啊！居然连青眼究极龙这样的史诗级大怪都能牛过来，这得爽半年吧！到你的回合，发动魔法卡闪光吸收，这张卡可以选择对方的一只光属性怪兽，自己场上所有怪兽直到回合结束为止，攻击力上升，所选怪兽数值。我选择你场上的青眼亚白龙，青眼究极龙攻击力上升到7500点。AI 海马彻底绷不住了，他的讯息投影不断闪烁，可妙的，混蛋，阴间！幸运号看在你的目光中只剩下崇拜，小凡师兄掉爆了呀！攻击力7500点，我从未见过这么高的攻击力。你大手一挥，青眼究极龙对先者卡龙直接攻击，一道恐怖光流从究极的3个龙手喷发，AI 海马彻底在光的海洋中凌乱，生命值归零。
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EX 时代，用硬件卡狠狠治理环境，再用硬件卡组给 AI 海马带来笑容后，海马贵平很快赶到。小凡是吧？恭喜你通过了测试。狙击探索之前，我准备回一趟海马公司本地分部那边的仓库里，应该有不少稀有卡的库存，要不跟我一起去看看？你摆摆手，嗨，这怎么行？也太不好意思了。说完，立马跟上。路上，贵平一脸认真，最近出门可小心了。我听到消息，这附近可能有一些危险的家伙，时常喜欢袭击决斗者，那可都是些亡命之徒。你想起那个夜晚对面那个黑暗决斗者？多谢提醒，已经袭击过了。那哥们的卡组还在我这儿呢。突然，贵平看手表，屏幕上正在忽闪忽灭。等等，前方刚的反应，可能有人在进行黑暗决斗，眼前还微微有点浓郁。往前一看，果然好像有2个人正在打牌。等一下，这不是恐龙龙骑吗？这家伙虽然人不太行，但除了在奥利哈刚被忽悠之外，还是个挺正经的决斗者的，怎么会沾上黑暗决斗呢？而且双方已经打了一会儿，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黑暗决斗者王义景擦了擦汗，不愧是传说中的决斗者，居然做到这种地步，有2下子。但是我已经发誓，用你的灵魂祭奠我死去的兄弟林峰，是不会在这种地方倒下的。龙骑一脸崩溃，你他喵到底做谁啊？你那个叫林峰的兄弟，我压根没见过啊！你挠了挠头，林峰，好耳熟的名字，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拦路非要抓着你打牌的哥们儿，好像确实说过，他准备是去挑战龙骑来着，然后后来发现龙骑被人打败了，才来找的你。就在这时，一阵轰鸣声从空中传来，抬头一看，一架白色直升机从上方出现，一个身影从天而降，龙骑的灵失色，是你！王一静脸色坦白，传说中的决斗者，海马来人嘛。贵平迅速上前，哥哥，那个人传感器显示黑暗决斗的来源就是这个人。海马冷笑，这种愚蠢的决斗到此为止，欺负杂鱼算什么本事？想玩的话，我来奉陪。龙骑咬一切齿，你说谁是杂鱼？王一静吐了个唾沫，这可是传说中的海马来人啊，谁吃不了撑的？敢跟他黑暗决斗？擦擦汗，好吧，我早就想见识下亲眼的威力了，但黑暗决斗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等我先料理完龙骑这家伙，心里想的却是死命拖时间，一找的机会直接开溜啊！海马大手一挥，不必了。随后展开决斗盘，接着是耀眼的光辉释放出。王一静皱皱眉头，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我说了，黑暗决斗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除非……话音未落，黑暗决斗的结界正在融化。王一静凌乱了，不是，我不是掌握了黑暗之力吗？不是说好了时代变了，玄学才是王道，科学已经成环境了吗？你十分淡定。游戏王的世界虽然说打牌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法则，但也并未说科技被淘汰了。就像5DS 中最终 BOSS 就是来自科技色，并且证明了靠科学也能实现让决斗怪兽实体化，实现和黑暗决斗相似效果，甚至能穿越时间毁灭世界。海马哈哈大笑，这就是海马公司开发出的最新决斗盘，能大幅增强决斗者的精神能量，专门为了对付你们这种家伙开发的。一挥手，至此黑暗决斗彻底被破除。王一静是真的懵了呀，这都行啊！这时你呵呵一笑，别惊讶，能让你惊讶的事儿海了去了。看到我这一桌子的上好佳肴，零食吃到爽，这些都是我在淘宝限时秒杀买的，2块9就能吃到6种口味，算下来就是单包平均4毛不到。点击评论区置顶蓝链或者视频下方组件，就可以直接跳转到淘宝限时秒杀会场 get 我的同款好物。除了上好佳零食以外，还有各种好东西，抽宝抱抱浓汤螺蛳粉2包只要14块9，可口可乐6瓶装6.5元起就能抢，每包低至0.9元。淘宝限时秒杀，全场限时1元起，上淘宝限时秒杀频道还有更多好物，快去逛逛吧！海马抽卡，先攻从5开始，我的回合展示一张手牌，我发动手牌中雷龙的效果，通过将这张牌的去除目的，可以从卡组将最多2只雷龙加入手牌。紧接着前场放了一只怪兽，后场开发这张卡，回合结束。王一静跳出镇定，呵，这就是传说中的海马来人的决斗嘛？我看也不过如此。抽卡，看了一眼手牌，腰杆子都硬了呀！从未有过如此美味的开局，请为我欢呼，为我喝彩！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天使的使者，抽3张丢2张。看了眼手牌，王一静大笑，嘎，看来运气是站在我这边。从手牌直接召唤，等级8，战力值凶狂，始祖恶魔。这张卡虽然是8星大怪，但可以无需祭品直接召唤。不过通过这个效果召唤，原本攻击力会减半，并且在回合结束直接破坏。贵平摇摇头，什么嘛，不过是纸老虎罢了。王一静大手一挥，那可不一定。发动始祖恶魔效果，1回合1次，可以通过把自己手牌或者墓地的一张恶魔卡从游戏中除外，将常人一张卡破坏。我将墓地中的恶魔士兵除外，破坏你后场左侧的那张卡。海马怀抱双臂，很不巧，你刚刚破坏的是陷阱卡黄金邪神像。这张卡被破坏进墓地时，在自己场上特殊召唤一只邪生衍生物。这也能正好炸到邪神像？真就是真正的决斗者，一切都是必然呗。王一静脸色一绿，那么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2重召唤，这回合我可以进行2次通招。靶场上始祖恶魔作为祭品上级召唤，黑暗中的霸主，混沌中的王者，等级6，伟大魔兽加泽特。
加特的效果攻击力会变成祭品召唤时所献祭怪兽的原始攻击力的2倍，而始祖恶魔的原始攻击力是3000，所以加特的攻击力就是6000点，哈哈哈！一瞬间就达到了青眼白龙2倍的攻击力。海马嘴角一歪，哼，这才稍微不那么无聊。王一静冷笑，我记得在从手牌中发动速攻魔法与恶魔的暗中交易，这张卡只能在有8星大怪从自己场上被送入墓地的回合发动。由于我的始祖恶魔被送入墓地，因此我可以特殊召唤这张卡，在狂暴的火焰与死亡阴影中交织，等级8狂暴死亡龙召唤。紧接着，我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顿碎，可以选择场上一只手被表示怪兽破坏。我将你场上覆盖的怪兽直接破坏，一道疾风射出，直奔盖覆怪兽。忽然，一阵黑雾喷发而出，化作一道漩涡，将攻击吞噬。海马手一挥，陷阱卡替罪的黑暗发动。当要把场上的卡破坏的魔法、陷阱、怪兽效果由对方发动时，那个效果无效，并且在无效后，我可以从卡组把一只3星以下的暗属性怪兽送进墓地。王一静咬牙，切。那我再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埋葬皱纹的宝扎，这张卡可以通过将墓地的3张魔法卡从游戏中除外发动，从卡组抽2张卡。战斗阶段，先是狂暴死亡龙对覆盖怪兽攻击，盖服的怪兽直接粉碎。海马冷笑，哼，你破坏的怪兽是迅绝巫术，在被战斗破坏送入墓地时自己恢复1000点生命，并且可以再从卡组把任意数量的迅绝巫术手背表示特殊召唤，因此我把另外2只迅绝巫术特殊召唤，生命值恢复到了5000点。王一静大笑，嘎嘎嘎，再多的杂鱼墙壁都没用。狂暴死亡龙效果发动，这张卡有了能够对对方怪兽全部进行一次攻击的能力。狂暴死亡龙继续对邪神衍生物攻击，他几乎看到了胜利。只要用狂暴死亡龙一口气清场，然后再用攻击6000的怪兽进行攻击，只需1个回合就能把传说中的海马来人打得只剩1000点生命，想想就美滋滋啊！此时死亡龙的吐息再次落下，漆黑的风暴笼罩全场，但烟雾散尽，邪神衍生物毫发无伤。海马轻抖风衣，面前一张盖卡打开，赫然这是反击陷阱攻击的无力化，对方效果攻击无效并强制结束战斗阶段。冷笑一声，哼，作为老鼠足够努力了，但看起来终究还是只有这种程度罢了。王一真的好气，但没有办法，只能在后场盖上2张卡结束回合，咬牙冷哼。狂暴死亡龙的副作用在回合结束时发动，他必须在自己的每个结束阶段下降500点攻击力。海马轻蔑一笑，就这，那么我的回合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差距。先发动天使使者，抽3张丢2张，然后把场上的邪神衍生物和这迅绝巫术作为祭品上级召唤，高举手中卡片，那张卡刹那间绽放出无数光辉。如果是那无尽的黑暗，那就服从公之龙燃尽黑暗吧。等级8青眼白龙召唤，一道光柱直冲云霄，圣洁白龙从缓缓浮现。王一杰哈哈大笑，果然出现了嘛，青眼白龙。但就算是传说中的龙，攻击也只有3000，不过是和我攻击下降了的狂暴死亡龙一样，更不是我伟大魔兽的对手。海马大喝一声，无知的井底之蛙，你对青眼的力量一无所知，睁大你的眼睛看好吧。光之龙破灭一切的绝对力量，从手卡发动魔法卡毁灭的爆裂疾风弹。那你居然是和青眼白龙攻击同名的魔法！黑马右手握拳，以本回合己方青眼无法攻击宣言为代价，将对方场上所有怪兽破坏砸碎，就在青眼的力量下粉碎吧。没那么简单，打开陷阱卡安全地带，这张卡可以选择自己场上一只怪兽，这安全地带在场上存在，所选的怪兽不能成为对方卡的效果对象，也不能被战斗或者卡的效果破坏。我要保护的当然是伟大魔兽。海马扬起头，吼，有点像吧？但是在你的安全地带生效之前，从手牌发动速攻魔法卡继承之环，将自己场上一只效果怪兽作为祭品，可以将我方场上一只效果怪兽送进墓地。因此，我将另一只献祭巫术送进墓地，选择你的伟大魔兽。安全地带还没生效，给我消失吧！王一静冷汗流下，可恶！那么我再发动盖卡。陷阱卡破坏良药，选择自己场上的一只怪兽破坏，自己恢复那个攻击的生命值。我在你的继承之魂生效前将伟大魔兽破坏，轰隆一声爆炸。王一静含泪干了3大碗，狠狠回了一口老血，这样我的生命值就来到1万。哈哈，虽然大怪被解了，但是1万血你能秒我？你能秒杀我？海马呵呵一笑，继承之魂发动的回合，我只能用一只怪兽进行攻击。不过使用了疾风弹的回合，青眼白龙本来就不能攻击。那么我发动魔法卡上级抽卡，把场上等级8的怪兽作为祭品，从卡组抽2张卡，选择青眼白龙。接着发动魔法卡底价购物，将手牌中等级8的怪兽丢弃，抽2张卡。王一静内心一阵不安，连续送墓，青眼白龙这是要做什么呢？不，没关系，根本无所谓。我现在可是有足足1万点血，而且对方因为继承之魂的副作用，这回合只能一只怪兽攻击，用一只怪兽打成我1万血，那岂不是在搞笑吗？就算是海马的王牌青眼究极龙也不可能。海马翻转手卡速攻魔法究极融合，从自己手牌、场上、墓地把融合素材怪兽返回卡组进行融合召唤。还能这样融合的吗？从墓地融合，这作弊！你怎么不说从卡组融合呢？海马的声音格外冷酷，
青眼的进化早就超越了你们的想象。我将手牌中的青眼白龙和墓地的另外2只青眼白龙进行究极融合，特别让你见识一下好了，这有史以来最强最究极的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现在再次降临。真青眼究极龙召唤，天空裂开一道闪耀光辉，一只鳞片闪烁圣洁之光的3头巨龙从中降临，攻击力4500。王一见脸色刷白，有点控制不住双腿，这是究极龙？不对，不是究极龙，这是海马来人之前你开发的新形态嘛？但是你这回合只能用1只怪兽攻击，就算是真青眼究极龙，攻击力也只有4500，而我的生命值还有足1万。所以说鼠辈就是鼠辈，想象力的极限也只有这种程度罢了。真青眼究极龙的效果，自己融合卡组里有青眼究极龙存在时，决斗中仅有1次，这张卡1回合可以攻击3次。王一静嘴唇颤抖，一屁股坐在地上，攻击力4500，一回合还能攻击3次吗？这到底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怪物级能力？难道海马人就可以仗着能印卡给自家白龙下个保证性效果吗？黑幕绝对是黑幕啊！海马哈哈大笑。粉碎玉碎大卡碎，感受最强龙究极的力量吧！真青眼究极龙直接攻击，究极的暴力疾风弹3连打，3个龙头同时张开嘴巴，先是第1发，生命值到5500，不要，接着是第2发，生命值到1000，不可能，接着是最后1发，我王一静生命值彻底归零。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组狠狠治理环境。如今你遇见了海马赖人，在围观社长报了黑暗决斗者后，他看向黑暗决斗者王义景，说：“你们的据点在哪？”王义景咬牙，想让我出卖主子？呸！组织里可都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家人，咱们各个情同手足。海马手中决斗盘亮起，青眼白龙虚影浮现。所以呢，得加钱。镜头一切，你们来到一间酒吧，找到了3个黑暗决斗者，分别是中分头、酒保女和机关头。他们咬牙切齿啊！可恶啊，王一静，卑鄙，居然出卖我们！海马来人哈哈大笑。那你们谁先上？还是干脆一起来呢？3人惊了，还有这种好事儿？海马来人可是传说中的决斗者，1对1肯定打不过，但扬言1挑3，未免太过嚣张。要知道，游戏王是一个公平的游戏，3个打1个还能被反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决斗开始，海马先攻，盖2张卡，回合结束。中分头怪笑，1对3，竟然起手不着怪兽嘛？嘎！这么自信的话，可是要付出代价的。海马来人，我的回合抽卡，召唤切入敌人的队长，发动效果。这张卡召唤成功时，从手牌中特殊召唤1只4星以下的怪兽。我要召唤的还是切入敌人的队长。海马抱起双手，空击封锁吗？没错，切入敌人的队长在场上存在时，你不能攻击除他以外的战术族怪兽，而当2个同时存在的话，效果会形成交叉保护，也就是2只都不能被攻击。接着我再开放张卡到后场，回合结束就帮你个人抽卡，从手牌中通常召唤可变击兽炮手龙，虽然是轻大怪，但可以直接召唤，不过用这个效果时攻击力会变成原本1半。接着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愚钝之斧，装备怪兽攻击力上升1000，但效果会被无效化。中分的牌手较好，炮手龙因为自己的副作用直接召唤，攻击会被减半，但被无效的话，攻击力会恢复原本的数值，并且还会因为愚钝之斧再上升1000点攻击力。好，同时利用了装备的正面和负面效果。酒保你自行一笑，嘎，这种程度对于我们血丝天魔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回合结束，机关的大喝。那么接着是我的回合，发动魔法卡融合，手牌中树熊海胆和海胆树熊融合，来自远古森林的召唤，野兽的力量在此刻交织，融合召唤等级6，树熊海胆树熊。接着盖张卡，回合结束，3人相视一笑，稳啦，这把稳啦，3对1，上来就是这么强力的阵型，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海马嘴角一歪，只有这种程度就敢自满，甚至连个挑战都算不上，那就让你们看看强者的决斗该是什么样子了。我的回合抽卡，大手一挥，场上盖卡翻转，打开陷阱卡，禁止进入。场上所有攻击表示存在所有怪兽都变成守备表示。中分头擦擦冷汗，就算是变成守备表示，队长的攻击封锁也还在，你仍然不能对我这边发动攻击。海马冷笑，发动魔法卡强行之呼，抽2张卡，接着是这张永星魔法青之眼的唤出。这张卡的第一个效果，通过展示手牌中的千白龙发动，可以从自己手牌中将这怪兽特殊召唤，以光辉的姿态降临吧。等级8白玲珑。这张卡召唤特殊召唤成功时，把对方场上1张魔法陷阱从游戏中除外，指向中分的后场。这张卡给我除外。白色旋风将卡牌卷起，不，我的炸裂装甲！海马大手一挥，接着发动清点第2个效果，1回合1次，把自己场上1只怪兽返回手牌之后，从手牌中特殊召唤1只青眼怪兽，我场上的白玲珑返回，然后我再把我手牌中刚刚返回的白玲珑第2次召唤，再度降临吧，白玲珑。还可以这样，
从场上返回的怪兽也可以同时召唤嘛？等等，你刚刚不是说精致点效果只能从手牌中特殊召唤青眼怪兽吗？可你召唤的明明叫白玲珑啊！你是不是在口活啊？海马昂起头，虽然白玲珑的名字里没写，但它也可以当做青眼怪兽使用。黑幕，绝壁黑幕，指向机关头，白玲珑效果在这发动。这次除外的是你的后场，白色旋风再次吹起盖卡，不，我的炸裂装甲！海马一挥手发动魔法卡上级抽卡，将自己场上8星怪兽作为祭品，从卡组抽2张卡，完成使命的玲珑化作光点消散。海马从手牌中发动仪式魔法混沌形态，从手牌把等级8的青眼白龙作为仪式祭品，让青眼切换成混沌的姿态，重新回归于深渊的混沌之龙。现在再次降临，仪式召唤等级8青眼混沌龙。中分都看傻了，这家伙到底有多少千奇百怪的青眼啊？然后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龙之灵庙，卡组1张龙族怪兽送进墓地，送墓的是通常怪兽时可以再送1张。3人组本能感觉有点不妙，等等，墓地里一下有了3张青眼，莫非是要？海马高级卡牌，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龙之镜，在墓地把融合素材从游戏中除外，对龙族融合怪兽进行融合召唤，有史以来最强最纠结的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现在再次降临，真青眼究极龙召唤。一下子就出现2条这样强大的龙，而且还拆掉了我们后场所有防线。这下这回合我们至少有1个人也交代在这里了。中分头强装镇定，没关系，就算是海马来人，也不可能1个回合就把我们3个都秒掉。无论谁活下来，等到下个回合，话还没说完，海马冷笑：“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你们3个已经没有下个回合了。”什么意思啊？难道这家伙想1回合3杀？这不是扯淡！海马明明都解释，战斗回合先是青眼混沌龙对树熊海的树熊进行攻击，这个瞬间混沌龙效果发动，使用青眼白龙作为祭品进行仪式召唤的混沌龙，在进行攻击宣言时，对方场上所有怪兽的表示形式变更，并且受这个效果影响，改变表示形式的所有怪兽攻击力、手臂力通通变成0。那你原来最开始那张陷阱卡进了记录，打的居然是这个主意，将他们的怪兽全都转防，然后被混沌龙全部转攻，并且攻击力还通通降0点，直接成了活靶子。破裂的光弹轰穿树熊海两树熊，机关筒当场发出惨叫 ，ARP 掉到1000。海马一挥手，接着真青眼究极龙直接攻击，在最强之龙的绝对碾压光辉下粉碎吧！杂鱼究极的爆裂疾风弹，白光喷射，机关筒当场被轰飞出去 ，ARP 归0。看向九宝女，接下来就到你了，他还留夹呗。等一下，你冷静点，你的2只怪兽已经攻击过了，你不能。海马大喊一声，真青眼究极龙在自己融合卡组存在青眼究极龙的时候，这张卡可以1回合攻击3次，剩下2人彻底复活。这么逆天的效果还能攻击3次啊？你特别怎么不直接印章光之创造究极龙，效果就写召唤成功，只有1胜利啊！究极的爆裂疾风弹2连打，再攻击炮手龙，九宝女连龙带人一起被光弹轰飞。海马抱起双臂看向中分头，他后退半步，你冷静，我的队长虽然攻击力被降成了0，但效果还在，只要他们在场，你还是不能攻击。海马翻转盖卡无聊，陷阱卡突破技能，将对方场上1只效果怪兽效果无效，因此选择你场上其中1只队长效果无效。中分头脸色惨白，难得躲，攻击限制解除了，纠结的爆裂疾风弹3连打，攻击切入敌人的队长。中分头 LP 直接归0。